用6G 和北斗来破除欧美制定的规则，这是中国的一次工业革命，也是第4次科技革命的开始。中国这次不落在别人后面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映华。中国正在走一盘大棋，我们将会通过6G 和北斗来破除欧美制定的规则，在国际上建立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标准。而这盘棋就是以世界为棋盘的第4次工业革命。回顾人类历史上的3次科技革命，每次都与全球秩序变化息息相关。第1次科技革命，法国和英国乘势而上，一跃成为最强的国家，分别做了全球和欧洲的霸主。可当时清朝时期的中国在做什么呢？闭关锁国，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。100多年前爆发的第2次科技革命，以内燃机、钢铁、电力为代表。德国和美国快速的崛起，中国的国际地位变得越来越边缘化。第3次科技革命以计算机、核能为主要标志，欧美日继续领跑。中国虽然迟了一些，但是终究还是到了。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时间，我们奋起直追，砥砺前行。2009年，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，排名全球第2。沉沦了2个多世纪的中国，终于又重新回到了世界历史的舞台上。值得高兴的是，这次我们不仅赶上了第4次科技革命，还处于领头的位置。人工智能、互联网、大数据、数字孪生、元宇宙等等技术释放了新的生产力，新一轮科技革命露出了端倪。对我国来说，这是一条从未有过的相对平等的起跑线。经过10多年的发展，总体上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有了一席之地。从全球来看，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，已经超过了欧洲和日本。目前中国数字经济占总规模约 40%， 而在2010年，我国数字经济比重还不到 20%，12年的时间增长了6倍以上。事实证明，只有公平站在跑道的起跑线上，才有资格在这场竞赛中角逐。这就是古罗马的斗兽场，充斥着各种牛鬼蛇神，只有真正的勇士才能脱颖而出。而中国之所以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据一个不错的位置，原因有3个。一是由于我国对数字基础设施十分的重视。众所周知，我国的5G 技术一直引领全球。5G 提升了我们国民的自信心，让我们真正可以平视这个世界。但同时，未来真正的变革其实是在6G， 也就是说 5G 时代提到的信息革命，6G 才能真正实现。同时 5G 还起到了一个作用，那就是打破美国所制定的信息通信垄断，让智能产品真正畅销海外，不再是美国产品霸控全球。加之北斗系统对一带一路的建设作用，在未来北斗系统不仅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，还将服务全人类。无论是4G 还是5G， 中国都处于全球领先的位置，这就让大数据的生产与传输成为了可能。二是2018年之前的国际环境总体态势比较友好，技术交流、外企融资都很顺利，我国内外兼修获得了不错的发展。3是中国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企业家和高素质的优秀科技人才队伍。要知道，我国的科技研发经费 78% 来自企业，像任正非、雷军、马化腾等一批企业家缔造了华为、小米、腾讯等科技头部企业。而在这个全球未有之大变局之前，有实力的国家都在抢占这一制高点。比如欧盟就剑走偏锋，把游戏产业作为战略的产业，而美国和中国作为最大的2个数字经济体，出台的政策则是更加的全面。新一轮工业革命有一个技术的支点，比如说第1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让生产力机械化，从而取代了人力。第2次工业革命电灯发动机的发展，让人类进入电气时代，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的最终确立，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整体。第3次工业革命，计算机的芯片，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，
使整个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。而这些就是工业革命的支点。中国在前3次工业革命时期都没有遇到，而在第4次工业革命中，也就是人工智能、大数据领域、数字孪生、元宇宙等等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的机遇就是 6G， 就是北斗。如果说 5G 让我们找到第4次工业革命的路口，那么 6G 才使我们踏上了那条唯一的赛道，角逐冠军。第4次工业革命，全球将进入智能化时代，我们中国从一开始就赶上了。那到底第4次工业革命中，我们中国位于第几个梯队呢？首先，中日韩是位于第4次工业革命的第1梯队，欧美则处于第2梯队，美国仍然占据第1的位置。但美国害怕我们的发展，因为第4次工业革命一些重要的专利和发展势头都在中国。比如最近工信部宣布要全面推进 6G 技术研发。我们先来看看 6G， 至于我国的北斗到底是什么呢？他们的发展又牵扯到哪些东西呢？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人和事，其实最后都是会环环相扣，交织成为一张大网。那到底 6G 意味着什么呢？网上有人说 5G 都还没有完全普及呢，发展 6G 纯属就是浪费。但我们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，为什么美国会对 5G 围追堵截呢？原因就是会妨碍它监听全球，而与 5G 相比， 6G 不仅速度快100倍，同时还会把陆地和空间网络融在一起，打造出一个集地面通信、卫星通信、海洋通信于一体的全联通世界。像是沙漠无人区、海洋等信号盲区，将来都可以实现信号覆盖。它将是万物智联的关键底层技术，是底座也是基础，对新一代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至关重要。6G 技术的建设发展将不仅限于地面通信，还将包括卫星通信技术，将实现全连接。对于美国在卫星技术上的优势，中国也规划了相关的通信技术，还有已经投入使用的北斗卫星系统，在这方面其实没有落后美国太多。据悉，我国的 6G 技术目前已经有了重大进展，这将巩固中国在 6G 技术上的领先优势。这对美国来说将是一个大的打击。中美在移动通信技术上的竞争如此激烈，在于移动通信技术不仅会在通信领域拥有巨大的影响，还将涉及到物联网、AI 和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中。而中国的 5G、6G 技术上的领先优势，正在有力地引领中国在新兴科技领域的发展，这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。作为后起之秀，北斗是目前发展势头最迅速，被认为极有可能后来者居上的卫星导航系统。大家知道，目前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有4名成员，分别是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、俄罗斯的格罗纳兹系统、欧洲的伽利略系统，还有中国的北斗系统。但由于格罗纳兹和伽利略都有各自的问题，目前真正稳定提供服务的卫星导航系统就只有美国和中国的系统了。中国的北斗是一流的北斗，也是世界的北斗。以前面对美国依靠 GPS 占据全球巨大影响力的时候，我们羡慕不已。现在不用了，因为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北斗。我们的未来是星辰大海，几千年来汇集无数人梦想，从无到有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让北斗走向世界。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创新，而开放融合是我国的胸襟，它既造福中国人民，也造福世界人民。而面对我国这些优势，美国想要敲打中国，就会先从中国的企业下手。比如在2019年我们熟知的中兴、华为，再比如引起我国全民愤怒的孟晚舟事件。以前商业是商业，政治是政治的商业竞争，美国却把它变成了对抗性的竞争。不过这种打压也有好处，不仅让国内不少对西方国家抱有希望的人彻底的清醒，还给国内不少企业敲响了警钟，开始了芯片研究和自主研发。而芯片的发展正是第4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一环。可以说，我国如今第4次工业革命中保持优势，还得益于美国的鞭策。大家知道 5G 的核心是芯片，
而芯片最强的就是英特尔、高通、三星。我国的芯片领域还处于发展的阶段，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所以目前我国在芯片领域加紧了建设的步伐。我国长期前瞻性的战略部署，使得我们一步步虽然慢，却走得很稳。华为、麒麟自己研发的芯片，我们北斗系统也是自己研制的芯片。中国芯片正在慢慢强大。华为的任正非、中芯国际的张汝京，还有为祖国芯片事业添砖加瓦的董明珠，比亚迪的创始人王传福等一批优秀的企业家，都在为我国芯片领域的发展默默的深耕。我国芯片产业的发展就像一条没有光的长路，无数的人前赴后继，各种看似无关的人或事，慢慢织成了一张大网，最后都通向了第4次工业革命。目前世界各国均已开展对6G 技术的研究，并且在研究方向上达成了共识。关键技术逐渐的显现，但是具体的技术方案和标准制定尚未开始。全球云网宽带产业协会董事会主席李正茂呼吁，全球产业界要持续创新，通力合作，避免未来的6G 标准出现分裂。如果说 5G 即以前是人与人的通信，那么 6G 时代将是实现物与物、人与物的通信，也就是达到万物互联、互联万物，这就是 6G 的意义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我国已经进入第4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核心时段，谁能抢占先机，谁就能一跃而上。而这次我们一定不会错过，麒麟其实池中物，一遇风云变化龙，我们要抓住这个大时机，下好这盘大棋，让我国发展的脚步向前迈进一大步。未来天上的眼睛，除了资本家手中的 GPS 和伽利略，还会有大家共用共享的北斗系统。5G 北斗不仅仅是自己要用，从 5G 这一代开始，我们的科技更多的要走出去，去外面树立中国人自己的通讯标准。这是一个战场，一盘以世界为棋盘的棋局。我们不是执棋的手，但是我们是搅动棋盘的风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